你知道了，人與人之間真正的差距，往往不在於天賦高低，也不在於你有多拼命，而在於你思考問題的方式。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卡羅爾·德維克就說過，一個人的思維層次幾乎決定了他的人生上限。今天咱們就來聊聊這11種頂級的思維模式，如果你也能掌握它們，離成功真的就不遠了。1. 蚊子思維，隨風而動，靈活應變。你看一滴雨水，對蚊子來說，衝擊力可比輛大巴車撞到人身上還猛。可為什麼下雨天，大多數蚊子都能全身而退呢？科學家用高速攝像機一拍，才發現蚊子真是個生存高手。當雨滴打過來，它不是硬扛，而是順着雨滴的衝擊側身翻滾，讓雨滴從身體滑過。要是被雨滴直接擊中，它就順勢而下，借着雨滴的推力迅速調整姿態，再輕巧地飛走。蚊子之所以能逃生，就是因為它能隨時調整策略，適應環境。就像達爾文說的，活下來的不是最強的，也不是最聰明的，而是最能適應變化的。這個世界變化太快了，多少曾經的鐵飯碗被打破，多少工作被 AI 取代，想要站穩腳跟，就得學蚊子，主動去改變自己，這樣才能在不確定中找到確定。2. 彈孔思維，透過現象看到本質。2戰的時候，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有個小組負責給飛機加裝甲，他們發現返航的飛機上機翼和機身彈孔特別多，而引擎上的彈孔卻很少。普通人肯定會想，那就在彈孔多的地方多加裝甲啊。可有個數學天才瓦爾德卻說，恰恰相反，裝甲應該加在彈孔最少的地方，也就是引擎。為什麼？瓦爾德解釋說，飛機各個部位受攻擊的概率其實是均等的。那些引擎沒彈孔的飛機並不是沒被擊中，而是它們一旦引擎受損，就再也飛不回來了。所以我們看到的彈孔少，其實代表的是消失的飛機。一般人只看到受傷的飛機，而頂級高手卻能看到那些消失的彈孔。這就是概率思維，它能幫你做出更正確的判斷。查理芒格把投資機會比作釣魚，第一，去有魚的地方釣魚；第二，記住第一條，生活中哪些事該做，哪些不該做，哪些要堅持做，概率思維都能給你答案。3. 還書思維，跳出框架，逆向思考。上世紀90年代，大英圖書館要搬家1300多萬冊書，估算搬家費的350萬英鎊，這可是一筆巨款。大家都想着怎麼省錢，比如找便宜的工人，降低運輸成本，但效果都不大。這時候，一個年輕的圖書管理員站出來說：“我有辦法，而且只要150萬英鎊。”第二天，報紙上刊登了一條消息：大英圖書館免費借閱，但因簽紙，請借閱者把書還到新館。年輕人把搬書的固有思維巧妙地變成了還書的思維模式，他只花了不到預算一半的錢，就完成了90%的搬遷工作。你看，思維的槓桿有多強大？這個世界從沒有絕路，能擋住你的只有你固化的思維。遇到難題，不妨換個角度，說不定就能柳暗花明。4. 燈塔思維，眺望遠方，目標指引。美國有位作家研究了那些白手起家的億萬富翁，發現他們在看問題時都有一個共同點，用思維視角去看世界。普通人只盯着眼前，關注短期利益，而他们能從過去想到未來幾百年，更看重長遠的收益。就像亞馬遜的貝索斯，他願意為那些可能失敗或者需要7、8年才有回報的項目投入幾十億美元。巴菲特只投資那些他覺得能持有幾十年的公司。軟銀的孫正義曾問下屬，為什麼大部分人難以取得巨大成功？下屬答不上來，孫正義就在紙上畫了座山，山頂寫着理想2字。理想就像一座燈塔，它能指引你前行，讓你更有耐心，更從容，更堅定。而高估1年的積累，也被低估10年的改變。只管去做正確的事，時間會給你答案。5. 上游思維，追問需求，解決根本。咱們國家的頂級程序員，他們的核心挑戰是什麼？你可能會覺得是寫更好的代碼，掌握更多編程語言。可幾位技術大牛的答案卻出奇一致：追問需求。騰訊公司副總裁謝小虎分享過一個故事，他在谷歌的時候負責提升廣告轉化率。有次業務團隊覺得中國用戶轉化率低，就讓技術部門把廣告字體調大，背景色弄得更醒目。但謝小虎他們沒有直接動手，而是追問：你們想解決的核心問題是什麼？原來業務部门是想提升轉化率。經過調查，他們發現當年國內很多門戶網站頂部都是密密麻麻的廣告，中國用戶習慣性忽略頂部，直接看下面。於是他們把谷歌廣告放到最下面，轉化率一下子就上來了。頂級的工程師解決問題不只看代碼，更看代碼背後人的需求，這就是典型的上游思維。遇到問題得像打地鼠一樣，哪裡冒出來就打哪裡，要追本溯源，找到問題的關鍵節點，才能一擊制式。6. 懶螞蟻思維，未雨綢繆，戰略先行。日本北海道大學做過一個實驗，追蹤螞蟻群的分工。他們發現，大多數螞蟻都勤勤懇懇，忙着搬運食物、清理蟻穴，但總有那麼幾隻懶螞蟻，它們東張西望，看起來無所事事。可神奇的事情發生了，當研究小組斷絕蟻群的食物來源後，那些勤快的螞蟻頓時亂作一團，反而是那些被標記的懶螞蟻從容不迫地帶着蟻群找到了新的食物來源。然，這些懶螞蟻不是真的懶，
他們把勤奮的時間都用在了偵查和探索上，這就是著名的懶螞蟻效應。你是不是也陷入過勤奮的螞蟻的誤區呢？心理學教授喬丹·彼得森列過一張自測表，如果你常常花大量時間做最容易的部分，看上去很忙卻沒進展，或者讀了很多書卻從不總結實踐，那你就該思考一下了。在埋頭趕路時，也別忘了抬頭看看遠方。7. 場域思維，選擇環境，塑造自己。心理學家庫爾特·考夫卡提出過一個場域理論，人的每個行動都會被所處的環境影響。他講過一個故事，一個冬夜，男子騎馬在風雪中找到一家客棧，店主詫異地問他從何而來，男子指了指客棧外面。店主聽後驚恐地說：“你知不知道你剛才騎馬穿過了康斯坦斯湖？”男子聞言當場倒地而亡。原來，男子騎馬時把冰凍的湖面當成了平原，他以為自己在堅硬的平地上策馬奔騰，所以才無所畏懼。一旦知道那是湖，心理防線瞬間崩潰。人是環境的產物，改變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自己放在一個能滋養你的環境中。想專注，就給自己營造一個無人打擾的空間；想提升認知，就卸載那些低質量的短視頻，多讀經典；想心態積極，就遠離讓你 emo 的人和事，多看看大自然。如果你對現狀不滿，那就從換個環境開始改變自己吧。8. 換軌思維，及時止損，勇敢放手。人生路上不是每一堵南牆都值得你去撞，路不通的時候，及時換軌才是對自己人生最好的負責。有個網友分享他表姐的故事，表姐30多歲，工作穩定，但在親戚眼裡就是個大齡剩女。後來家人介紹了個男生，兩人情投意合，很快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這有天表姐無意中發現男生竟然有賭博的愛好，工資幾乎都花在這上面，家裡人還幫着隱瞞。表姐苦口婆心的勸，男生嘴上不反駁，心裡卻不當回事。直到有一次，男生突然找他借錢，還很不耐煩地抱怨表姐多管閒事。表姐二話不說，當晚就提出了分手。儘管父母親戚輪番上陣勸說，她依然堅定。後來表姐遇到了更好的對象，而那個男生卻因為賭博欠下巨額債務，工作也沒了。你看，不是所有的堅持都有結果，有時候明智的放棄遠勝過盲目的執着。及時止損，抽身離開泥潭，才能重獲新生。9. 填坑思維，解決問題，提升能力。支付寶 CEO 彭磊曾說，無論馬雲的決定是什麼，我的任務都只有一個，幫助這個決定成為最正確的決定。一個人最大的成功就體現在他解決問題的能力上。職場作家朱基講過自己的經歷，他剛入職一家公司第3天 ，CEO 就劈頭蓋臉訓斥他，公司網站怎麼這麼差，30天內必須改版上線。朱基懵了，開個剛來3天的新員工，哪裡懂什麼網站運營？後來他才明白，這是老前輩給他挖的坑。換做別人可能直接不幹了，可朱基沒推辭，點點頭就應下了。那一個月他忙得雞飛狗跳，做規劃協調技術，找美工，終於在承諾日期前把新版上線了。CEO 非常滿意，也知道了朱基原本不是負責網站的人，對他更加另眼相看。結果朱基不僅被提拔為產品部經理，還被提名為年度優秀員工。職場本就是一個個坑，填上去了才能過去。人與人之間的差距就體現在填坑力上。面對難題，優秀的人總能找到方法，而平庸的人只會找借口逃避。一个人能走多遠，取決於他填坑的能力有多大。10. 木桶思維，揚長避短，發揮優勢。真正的聰明人既清楚自己的長處，也看到自己的短處。與其跟劣勢死磕，不如想辦法激發自身優勢，找到自己的高光時刻。德國科學家奧托·瓦拉豪讀書時，父母讓他學文學，他卻完全沒興趣。老師都說他不可能在文學上有所作為。轉學油畫，老師又說他沒天賦。構圖上色都笨手笨腳，評價是繪畫藝術方面的不可造就之才。他一直在錯誤的方向上努力，遭受了太多挫折。直到一位好心的化學老師點醒他：你做事一絲不苟，動手能力又強，為什麼不試試化學呢？這一次，瓦拉好的才能像火焰一樣燃燒起來。很快，他成了化學領域的佼佼者。1910年，還憑借人工合成香料榮獲諾貝爾化學獎。古人說：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每個人的智力發展都不均衡，都有自己的強項和弱項。智者懂得揚長避短，發揮自己的天賦，這樣才能讓人生之路越走越寬。11. 空杯思維，清零過去，重置人生。網上曾有個故事，一個年輕人創業失敗，把原因都歸結於時代和環境。他去拜訪一位得道高僧，但態度傲慢，覺得小和尚沒資格接待他。後來老禪師恭敬地接待了他。沏茶時，明明杯子已經滿了，卻還在不停地倒。年輕人不解地問大師：為什麼杯子滿了還要倒？二師答道：是啊，裝滿了水的杯子怎麼可能繼續裝水呢？年輕人茅塞頓開，這就是空杯心態。無論何時何地都要保持清空自己，不執着於過去，才能擁有再造未來的能力。演員馬伊琍曾透露，陳道明老師去客串，台詞很少，但他演完後不急着走，而是靜靜站在旁邊看年輕演員演戲，非常認真。馬伊琍好奇地問陳老師是不是有什麼指教？陳道明笑稱：我雖然是個前輩，
當我是抱着學習的態度，以一種不扭捏的狀態融入年輕人。作為國家1級演員，他依然保持謙虛學習的空杯心態，所以演技越來越精湛。法國作家左拉說：“生活的全部意義在於無窮的探索，在於不斷增加更多的知識。一個人如果沉浸在過去的光環裡沾沾自喜，注定無法實現2次飛躍。那些出類拔萃的人，往往敢於把自己聽臨，輕裝上陣，挑戰新的開始，成就更好的自己。”白岩松說：“一個人的價值和社會地位跟他的不可替代性成正比，而不可替代性就來自獨立的人格和獨特的思維方式。人生啊，就是一場打破思維認知的修行。學歷是銅牌，能力是銀牌，人脈是金牌，但思維才是真正的王牌。正確的思維方式遠比努力更重要。就像咱們今天聊的這些，換軌思維讓你及時止損，而後涅槃重生，微盤重生；填坑思維幫你提升能力，拉開你和別人的差距；木桶思維讓你發現優勢，凸顯你的獨特才華；空杯思維讓你人生歸零，重獲新生。願往後餘生，我們都能擁有這些頂級的思維方式，與這個世界更融洽的相處。你的這輩子能達到多高的成就，最終都靠你的思維模式來支撐。思路決定出路，思維到不了的高度，腳步也無法抵達。你看過的書，走過的路，經歷過的事，遇到的人，都是你思維升級的墊腳石。持續不斷地在世上磨練，在心上練習，在塵世中感悟，總有一天，你將跳出禁锢自己的圈子，看到一個更大的世界。